可以了，谢谢你啊。可以了啊，好要得好啊，再见啊。哦吼，陈师傅开挖机，只开辣挖机。今天我在这里干完活，正准备收工回家的时候，这个大爷一直在我挖机旁边来回爬滑，他好像有什么事，但是又没有跟我说。然后我就主动问他，看他需要什么帮助。大爷就跟我说，这条路通往他家里面，因为这条路没有打混凝土，这条路上啊到处都是坑，只要下雨，坑里面就有很多的水。所以啊，他想要我用挖机帮他把这些水坑稍微填一下，但是呢，他又不好意思麻烦我，我就跟大爷说，反正我今天现在也没什么事情了，我就帮你把这些坑全部填一下吧。大爷听到我要帮他，非常高兴。这路上的坑啊，都有这么大一个，如果在旁边挖土来填，肯定是不行的。我看边上有些地方比较高，就把这些高的地方挖平，填到坑里面来。但是这里啊，有一个坑实在太大了，没有地方挖石子来填了，大爷就要我在这里给他挖2斗土填上算了，总比这里留个坑好一点。现在已经是到了中午的时间，大爷就找过来跟我说要我去他家吃饭，我就跟他说等一下我自己回去吃。那你呢？头头我一起去了。我不去了，你去吃算了，要得吧？去喝酒嘞。哦，喝酒你就喝了，我不去了。你不去？我不去啊，你去了。要得哦。大爷就一个人先回去吃饭去了，我就继续在这里干活。前面有一堆土挡在路上，大爷又回去了，我也不知道要不要挖，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条路车子都过不了了，应该要挖开，所以我就自作主张把这堆土全部挖开了，这下车子就可以从这里开过去了。接下来我又发现了一个好办法，其实这个路上的坑啊，我可以直接用推土铲这样一推，路又推平了，坑也填起来了。等大爷吃了饭，这条路都被我修好了。咦，这旁边树上长了很多枇杷，嘿嘿，大家给我作证，这个是他自己抓进来的。我先尝一颗，看好不好吃，好吃的话等一下就多摘一点。结果可想而知，差点把我的牙都刷掉了。这个枇杷怎么这么刷？看来以后树上的果子不能去随便摘了。差不多1个小时的时间就帮大爷把坑全部填好了，我就可以收工回去吃饭喽。可以了，谢谢你啊。可以了啊，要得啊，再见啊。正当我准备走的时候，又来了一个老奶奶，我们看她要做什么啊？规划的，规划的嘞。哈？好。奶奶跟我说，右边这个是她家，要我帮她把门口这里扫平一点，这个实在太容易了，我们也顺便帮她扫一下，3下5除2就搞定了。你的女儿挂在规划呀？嘿嘿，这个奶奶真的好有意思。她跟我说她的孙女嫁在我们村里面，看我认不认识她。她还跟我说我是个大好人，以后她家需要用挖机做事就叫我给她做。嘿嘿，所以说要多做好事，口碑就是这样慢慢积累起来的。我回来的时候看见有个地方有点沙子，所以我就顺便大了一斗沙子填在这个泥巴上面，这就比较完美了。最后给大家对比一下，这条路啊，本来是有这么大的坑还有水，经过陈师傅的修补，现在整条路都是平的了。修路就是修自己的人生之路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回见。陈师傅开挖机，只开辣挖机，开个挖机也能够收获一个小迷妹，你们说我开不开心？我要说这个坡是我刷的，肯定有很多人都不相信，认为陈师傅只会挖鱼塘，还有挖沙米沙。今天我就给大家录一手，一个7米多高、30米长的坡是如何1天之内把它刷出来的。今天干的这个活，本来我是接不到的。这块地以前是一栋老房子，由于地势比较高，东家叫了一个大挖机把老房子拆掉之后，就把整个房屋地基降下去了2-3米。那个大挖机在这里挖了4-5天，挖到最后1天的时候，靠后沙这一面要刷坡下来，整个坡有7米多高，东家呢想节约成本，不想砌挡土墙，所以就要那个大挖机给他刷一个非常标准的坡，要成一条直线，而且不能塌方。那个大挖机的师傅因为从来没有刷过这么标准的坡，他就直接跟东家说这件事情他做不了，让东家去叫其他挖机来做。然后他就跟东家结了账，把挖机拖走了。东家当天就到处打听，问了很多亲朋好友，
结果他一个孙女刚好是我的粉丝，就告诉他把那个开烂挖机的陈师傅叫过来，或许他能把这个坡刷好。当他孙女找到我的时候，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，因为我是时候要展现真正的技术了，不然别人以为我只会挖鱼塘。才刚干活不久，东家看我辛苦了，就让货车司机递了一块西瓜给我，狼吞虎咽把西瓜吃完，再擦擦脸，就立马又开始干活了。毕竟我们是按分钟计算的，不能够浪费东家的时间。前几天大挖机在这里装车的时候，他一台挖机配了10多个车，而我小挖机就只配了3个车，还有2个车在排队。不是因为我小挖机干活慢，而是因为我要到坡上刷点土下来，才有土装车。这挖斗里面扎的土实在是太多了，我在地上用力砸就是砸不下来。结果东家就自己用个锄头在帮我挖，把斗里扎的那几十斤土清干净之后，刷起坡来都没有那么吃力了。你们看，一条直线下来刷得又快又好。这个坡由于有7米多高，像我这个小挖机一次最多只能刷4米左右，所以我就做2次刷，先把上面那一节刷好，再把挖机架的这个平台全部给它装出去，然后挖机就可以开到下面，再把下面那一节的坡刷出来。今天东家对我装车的技术也要求非常高，他又要我把货箱装得很满，还要保证车子在路上不能有土掉下来，所以我把车子装满后都要把上面的松土压一压，防止掉到马路上。东家又要去搞卫生，每刷一节坡感觉有1车土了，我们就把这1车土先给他装到货车上。因为这3个货车司机也有点等得不耐烦，1个小时他们最多一人装了1车，从早晨8点干到下午6点，整整1天的时间，总算是把这个坡给刷出来了。老铁们看一下，觉得陈师傅这个刷坡技术能够打多少分？反正东家是非常满意。到了第2天，东家还要我给他做一件事，因为他把整个房屋地基全部降下去了，现在外面的马路就比整个地基的平还高，所以这个水泥马路要挖掉才行。东家本来是直接让我装个破碎锤，把这些混凝土块打碎，但是我这台挖机因为没有装破碎锤管路，所以是不能装破碎锤的。如果要把另外那台能装破碎锤的调过来，那就太远了，所以我就用挖机这样强行撬，把混凝土块撬起来，然后再这样挖起来，把它往地上砸，一块一块的把它们分解掉。东家的孙女都在旁边看得津津有味，她说都想跟我学挖机了。老铁们，你们觉得我要不要教她开挖机？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陈师傅就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下回见。